2026年上半年中共官方发布的经济数据，咱们做个总结小话题啊，因为基本发布完了2026年整个上半年啊。当然，经济数据的结果大家都已经想到了，一定是喋喋不休的，因为中国只能这样了啊。为什么现在都很少说烏鴉嘴了？不用預測，都是最壞的結果。既然都是最壞的結果，還烏鴉啥呀？啊，我們看一些數值，比如說先是 GDP。2026年上半年，中共國的 GDP 增長數值只有 4.7%， 啊，這是傻逼習近平上台以後，除了新冠疫情期間表現最差的半年度數據。啊，第一季度增長 5.0 很差啊，但是好歹還有點接近。到2020年第二季度 GDP 增長 4.3%， 這跟以前相比那就是差的沒邊的差的記錄了啊。這個以前經常的5都很少，6以上 4.3， 好吧啊，最差記錄啊，所以這個最差記錄導致今年上半年也是最差記錄，半年 4.7%， 哎，那這個 4.7 還是什麼？還是中共政府在融資增速超歷史記錄的情況下形成的。對，2026年中共光中央政府直接融資，咱們趕上官網數據 13.24 萬億。2025年全年 11.86 萬億，那淨值多了 1.38 萬億，用多了 1.38 萬億融資的增量融資增量增長多少？比2025年 11.6%， 然後才帶動了 4.7% 的 GDP 所以如果把這個融資增量不是，就是如果仍舊今年還是借 11.86 萬億的債，不是借 13.24 萬億的債還借 11.86 萬億，那今年上半年這他媽的 GDP 就已經不是增長，而是顯著下跌了。所以呢，這點增長是用多融資的量帶起來，才帶了這麼點，好吧？但是雖然這個增加值越來越多破紀錄，可是帶動 GDP 的效應越來越差。當然，咱們都明白一個道理，債是要還的。中國的債務，天量的債務直接反饋在 M2 的數據裡，對吧？這已經上百萬億美元了，按現在 M2 就要上百萬億美元了。中共國官方的政府的公告的這個負債數據600多萬億100萬億美元，這已經是比美國、歐盟所有國家加在一起的債務總額還得多得多。那這個債呢，還是在什麼情況下出來的數，大家也都知道比如說中共政府說我100萬億，我政府100萬，那是把城頭剝離了央企其中主業剝離了出現的100萬億都加進來呢，你把這些城頭加進來基金加進來，央企國企全加進來，你的負債天文數字，好吧，天文數字所以呢咱們就看看就知道了，在中國現在真的嗎？對，真的隨時閃崩，一會兒給大家講一下就要閃崩到，就是這個閃崩的信號到多可怕的程度。咱們現在講的小話題一會兒後面大話題大家聽當然就現在公告的這個差不多100萬億美元600多萬億的 M2 負債，大家有沒有想過中國就7億勞動力合着加基本上每個人負債勞動力100萬人民幣，你們想沒有100萬呢？當然實際上已經上千萬億，咱們早就說過了，我們就用中共官方的溫和數據良好數據說，一個人100萬，平均每個中國勞動力100萬，而且這個數值還在每月以8%的速度增長。大家想一想什麼感覺？就問問小粉紅，你們就看這數據，你們看看什麼感覺？你心裡什麼感覺？好吧，那 GDP 已經慘了，把 GDP 去除之後呢，剩下的所有數據，什麼社融社零CPI PPI PMI 等等，這些數據只要把一個玩意兒叫心智大基建我們大家叫算力大基建，把這個因素刨除之後，全是負值。而且2026年上半年應該說一個月比一個月差，要多差有多差。第一個季度差還能看，第二季度就沒法看了。那只能現在看什麼？看這個心智大基建這7萬億的新增投資資金進去以後，7萬億下去以後，那整體出現的數據才叫能看，跟去年差不多持平
才叫能看啊。当然了，我这7万亿只会涉及到3个领域，咱们以前講過了，不重複了。計算機相關的、能源相關的和材料相關的，也就這3個領域的超常規增長，受這個算力大基建7萬億激化，才導致這些數據基本能看，甭管它叫社零、叫 CPI、叫 PPI、叫 PMI 等等。那如果沒有這個算力大基建，除了計算機、能源、材料這3部分，剩下的領域一片慘綠。大比例衰退，沒法看，大家自己去國家統計看數據就完了啊！整體一看，哎呀，我們 CPI 還不錯，哎呀，我們 PMI 還不錯，這不能細看，不能看細了你就瞎了，對吧？然後再看社融啊，上半年包括6月份數據全差，真的，你看上半年整體社融數據，居民的存款跟去年同比大幅度下跌，居民的存款，那居民的短期貸款、長期貸款和去年同比大幅度下跌，而且淨值是負的。企業的存款跟去年相比同步大幅度下跌，社融總量可增加這麼多，大家想想 M2 增加這麼多，但是企業的存款跟去年同比大幅度下跌，企業的短貸、長貸都是大幅度下跌。跟上面的數據規律一樣，第一季度勉強能看，下跌的不算多，第二階段就算大踏步下跌了。所以剛過去那個月6月份，我們看見很神奇啊，它叫住戶的存款、住戶的短貸、住戶的長貸、企業的短貸、企業的長貸、非銀行金融機構，也就是理財的存款，所有數據跟去年相比同比全叫大幅度下降，增速大幅度下降啊，大家自己看一下也行了啊，極其罕見，可以叫神奇，好吧，可以叫神奇啊。所以這麼多水電人少了啊，人家現在中國測水電的很多，你應該去國內一些平台看看。中國經常那個水表走一噸，它叫1立方吧，叫什麼水，然後一測那個水才700多公斤啊，這個，經常網上有很多這種東西，你們去看吧。中國的水電就是你們現在老百姓交這個錢，有很多人幹這個測的。雖然這些東西馬上就會被刪，但是還會不斷有人做試驗。登上去就是知道為什麼中國的用水用電量都會一直超歷史記錄了。對，你他媽可能那上面寫你用了1000度，實際上你只用了他媽500度，但是表上就說了你用了1000度啊。所以神奇啊，上半年大家自己分析就完了啊，這些分析就完了，這個數據有多差，你不會分析，把中共的公開數據帶入到 AI 人工智能，國內的你可以用什麼豆包啊 DeepSeek， 你讓他給你分析分析，看看結果跟我說的一樣不一樣。然後此外這麼差還有什麼歷史記錄，比如說首次啊，改革開放以後首次出現全國所有省市自治區第一季度100%財政不能自己，歷史首創啊，也就是去年2025年還有一些什麼上海啊、浙江啊還是財政能自己，什麼意思？財政收入多於財政支出。2026年第一季度，改革開放奇蹟首次達到全國任何一個省市自治區100%財政不能自己，就是財政支出遠超財政收入，收的錢不夠支的啊，像什麼西藏、甘肅、黑龍江、寧夏、廣西、雲南、青海、吉林、貴州、新疆等，財政自給率最高30%多，最低只有13.8%。啊，掙的錢全都不夠花的，沒有中共中央財政補貼，中央財政錢從哪來？大部分靠借債，這國家就完蛋了，啊，又是史無前例，大家自己查查。我再說一遍，史無前例。第二季度數據比第一季度還差，但是官方數據沒出，不講，官方數據出來我給你們再看，啊，就是現在這個經濟啊，就是中共自己給你公告的這個數，你會分析的，你看一看，哎呀。都覺得這是一個啥都代表。上海維持不住了，是因為去年上海的財政自給率還130多呢，第一季度。啥意思啊？就是上海市財政在2025年第一季度財政收入比支出還多30%，到他媽今年只剩80%了。就是財政自給率，今年上海還是4個直轄市最好，就剩80%了。你說上海怎麼支撐？一年跌了第一季度跌了50%，去年130%，今年80%。
也就是財政收入只有支出的80%，剩下的錢也得中央政府補貼了。以前是不用的，好吧？以前是不用的啊，所以大家就想想，就这个中共自己的数据都差到这個份上，好嗎？中共就自己的數據，第一季度啊，同比去年2025年第一季度，整個中國各省市自治區財政自給率下降了12%以上啊，12%以上啊。此外呢，大量整個產業的全面衰退。你們看見中共自己的規模化企業的數據啊，什麼光伏之類，你們都看得見啊。很明顯的，比如說還有一個我一直說的證券時報的公開數據。證券時報啊，是官方的報紙，截整2026年5月份啊，中共國已經有23家電動新能源汽車企業進入破產清算重組和停擺狀態了。佔比整個中共國所有電動新能源汽車企業數量15%左右，汽車品牌129個，電動新能源汽車品牌的17.8%。那這些企業已經被明確驗證銷售給用戶，在全國開的電動新能源汽車85萬輛，明確幹嘛？全部失去原車企的售後保障啊！這些車絕大部分在專用配件、3電質保、軟件服務、重大故障維修方面已經遇到了不可解決的困難。為什麼？企業都沒了啊！這是5月份的數據，6月份又增加了包括智己在內的4家企業出現明顯衰退，有可能瀕臨破產啊！大家應該知道，智己最近大量的代理商收了用戶的錢跑路。據說涉及資金超過500億，他們自己年年虧到現在，結果呢？什麼？這些經銷商都收了用戶的錢，收完幹嘛？全國的規模的經銷商收錢，然後全國規模怎麼樣？跑路啊！這是這2天7月份啊，不是6月份，7月份的新聞，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所以這就是現在的情況，你們待着的啊。所以為什麼老人說體感？經濟數據給你播，他不會像我似的告訴你，或者你自己分析一下算力大基建以外那數據有多慘啊，你不會分析啊。所以呢，你不會看一下現在的社融整體規模數據還不錯，那都是政府借債拉起來的，對吧？所以呢，你自己說體感為什麼跟中央政府說的數據差這麼遠啊？算力大基建一排除，所有東西都差，那你體感當然差了，只要你不是算力大基建那3個涉及的領域之一的，那體感當然很差了是第一大產業支柱房子倒了啊，汽車第2大產業現在也倒了，雖然支柱汽車比房子差很遠，但是也沒了電動新能源汽車啊，所有電動新能源汽車上半年同比都是大幅度下跌的，整個汽車產業大幅度下跌的，好吧啊，就是沒辦法現在的經濟上，但是這些經濟呢慢慢崩，最大的問題政治出現大問題了，黨內政治黨內生態出現大問題了。中國共產黨現在人心惶惶，黨內很多地方都到了極其緊繃的時候，這根弦要斷了啊！一會兒會說這個東西啊。那現在這個經濟問題到了什麼有意思的事呢？當然國內的整體的大環境，民眾的環境就很有意思。給大家講一個很有意思的事實，也是國內媒體報道的。2026年，國家各部委頻繁地開始在國務院展開新聞發布會，國家統計局啊，什麼國家什麼這個農村什麼和建設這個部啊，國家的什麼工業和信息化部啊，央行啊等等，開新聞發布會，公告自己相關的情況。每一次發布會，官方發布會的時候，底下評論區熱鬧的一塌糊塗，各種關鍵詞都被屏蔽了。那為什麼熱鬧啊？因為評論的人特別多。你們不知道知不知道？80%到90%的評論都是什麼樣的？除了中共的水軍，評論都是怎麼寫的？大姐講得好，阿姨水平高，姐姐講得太牛了等等，就全是這種評價。就是你可以去網上看看，就是發言的各大部委領導都是男的，一個女的都沒有。然後所有的評價都是姐姐怎麼樣，阿姨怎麼樣，異性怎麼樣等等等等。這個他媽很神奇啊！然後我就問了一下人工智能，我說你關注到了嗎？他說關注到了，特別典型。我說為什麼這樣？這是中共國人創造的一種新的
諷刺方式啊，因為這麼講評論都不違規啊，這麼講評論都不違規啊，然後呢就讓你發表，很正能量啊，不會被攔截，但是因為這些數據大家覺得全是胡說八道，跟自己的體感自己感覺差得很遠，算睁眼說瞎話啊。所以既然你睁眼瞎說啊，那中共大家知道，中共内的体制内的東西都是被嚴格控制的，關鍵詞超級多，所以怎麼辦？这些人就講大姐講得好，大姐真棒，阿姨說得好，阿姨真棒。為啥？既然你能睜着眼睛瞎說胡說八道，我發表評論我還希望不違規能發出去，我把性別講錯了就完了，因為你睁眼說瞎話，我也睁眼說瞎話呀，你們都是男的，但是我們通通都說阿姨大姐，所以你睁眼說瞎话，我们也睁眼说瞎话，我们的评論還能發表出去啊！大家可以去問問啊，就是國內這個評論特別有意思，以前從來沒發現過，就我這次發現，而且我還都不知道為什麼，全叫大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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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所以太有意思了，好吧，太有意思了啊！然後呢，沒發現特點的人可以去看一下啊，這可能是叫什麼？叫習慣於忍受壓迫的中共國人使用的一種非暴力集體性的口頭抗議啊，口頭抗議。所以呢，這個既然非暴力，我們就集體口頭抗議。怎麼抗議？你睜眼說瞎話，我們也睜眼說瞎話。